家好，我是艾琳。那今天我们人在英国，那终于有机会，不是我一个人自己在那边尴尬聊，然后还在英国跟我的学妹不动产系的学妹相认了。Vicky， 我是 Vicky， 我是 Hans。大家在英国第一学期都有什么？在做些什么活动呢？像是上课啊、社团活动，或是开趴，或是研究实活等等，可以请你们跟我们分享一下。我是讲，如果第一学期这样想起来，好像比较多的时间可能都是花费在写论文这些东西、找资料、上课。煮饭。对啊，对。因为我看你很常自己在家。对，就是可能现在台湾可能都没什么进厨房，就有点像厨房智障的感觉。因为可能就是你知道台湾就很方便嘛，出去买个便当干嘛，然后也不会说太贵。你呢？如果你刚刚讲的包含的项目，可能都有包含到什么开趴啊，然后参加社团活动，或是什么职涯讲座，然后什么自己煮菜啊。我觉得应该最大的一个部分叫做 social。那这 social 就涵盖了很多，对，就是不管是认真就是未来规划的这种 career 的一些相关的活动，或是一些 career path， 对，或是一些就只是交朋友、认识人，对，这样子。其实我第一学期也是花比较多时间在 social， 就去外面的酒吧，不然就是在这里面就跟外国人一起办什么趴。对啊。第一学期大概比较偏向于可能就是来到一个新环境，然后大家就是对所有的事情都很兴奋，期待机会在玩，然后认识比较深的。对。那各位来到英国也差不多半年嘛，那与当初的期待是否有落差呢？还是觉得更好，或是更不好？可以分享一下。落差，我觉得当然不可能没有，对，因为毕竟我们在台湾，然后我们生活的模式什么，我们都是很习惯那种感觉。简单来讲就好了，就是我现在渴了，我想要去路边买个50兰还是什么煎茶道什么，然后这边没有这边，而且其实我本身就是喝无糖饮料，然后这边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都有糖，然后随便一个可能都是100块台币起跳，随便一个手摇什么的，然后其实也没有到很好喝或干嘛的。感觉你的路差是吃，确实，然后你也知道英国嘛，对，大家都知道就是比较。所谓的美食沙漠，深刻体会。那 Vicky 呢？我觉得对，就是除了享受一个人独处，我用享受这个词呢，对，就是享受寂寞，真的享受寂寞。然后再来就是，找到自己有共鸣的朋友圈，对，就是不一定是认真，就是讨论功课是一个，然后另外一个也是玩乐，也是可以。有一个比较合的，对，比较合得来的，磁场比较接近，磁场比较接近的，对，就其实也没那么的孤单的啦。我觉得第一个学期就很像是，因为这大家互相认识，大家每次都是一块拼图，然后还在拼，还在找说要拼哪里，对，然后到第二个学期，这个拼图成型了哦，对。在英国有做过什么疯狂的事情吗？或是让你们最难忘的事情？我唯一能够想出来的就是2天赶完一个3000字报告算吗？算。每一个选择都会影响到你的下一个选择，对。然后反正每一步都要好好的想清楚。然后反正就总而言之就是那个时候定题目可能没有定好，然后做到一半已经写了1500个字，我就觉得不 OK， 我就不想要交出这样子的作业，所以我就在 deadline 前面的2天，然后传讯息跟老师说我要换题目这样，然后就花了2天再把3000字完整的写出来，应该算是最疯狂了吧？你疯了！觉得整个第一学期有趣的事情蛮多，那这方面对我来说可能比较偏向是文化的结合，因为我在英国的这段期间，其实认识了身边很多的印度朋友，所以我其实参加了还蛮多印度朋友的，包含说跟他们办 Zoom party， 然后我觉得印度的 party 应该算是我参加过最好玩的，就是他每个人都超会跳舞，其实只是素人，然后也会跳，像印度电影那样吗？对，真的3个傻瓜，3个傻瓜，对，真的。然后再来就是，我觉得印度人他们是也还蛮会玩的，所以也有跟他们连续去跑一个类似一条街整个酒吧的行程，酒精路6间酒吧，在这边吗？对，也在英国，听起来蛮贵的。
对，现在很贵。后来就是也有参加印度他们一个重要的节日叫迪瓦里，对迪瓦里，我穿了就是传统服饰，对，就是传统服饰，然后跟着大家穿，其实还蛮受了一些文化的，算是有跳脱你的，对，跳脱你的这个对。我刚好想到一个，就是因为其实我前几周有自己去，我自己去伦敦独旅一次，差不多将近有1周的时间待在伦敦，然后就是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，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其实也还不错，就是中间你可以去思考很多事情，或者是像我做了一件事情，我觉得也还蛮有趣的吧，就是要跟陌生人讲话，练习这件事情。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经验，就是那时候我去伦敦的那个中国城，然后他们那边餐厅刚好就是它有一区就是那种，反正那种边缘人桌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一个人去吃饭，他说把你安排在这边，就不会尴尬啦，还到一个人来。对，就比如说对面3个，然后你也不认识，然后旁边的也不认识，然后我们就坐一桌这样一起吃饭。然后那时候对面的，我就有跟对面的那个当地的那个英国一个北北聊天，然后他就讲到很多英国现况啊什么的。简单来讲就是，我可以从当地人的反思去，就是以他们的角度来看英国这件事情。对我自己会觉得，我一个外国人我去看，其实那个差距还是有。就譬如说我们觉得好的事情，他们觉得不好，然后我们觉得不好的事情，他们觉得反而没那么差。真的。对，大概是这样吧。然后我觉得这个体验是还蛮不错的，蛮特别。对啊，综上你们2位，就是文化憧憬这件事情，就是一个蛮疯狂的一件事情。对，确实。这应该人生没有这样子的体验，这过去的这半年来一直在接受新知，或是很多那种想法冲击。就像你刚刚讲的，就是本来我们生长背景不同，光自己台湾人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了，何况是一个在海洋对面的。对，生活有没有什么看到难以理解的发明，或是他们的习惯？这个超多哦。我一个印象深刻比较多的就是他们那个厕所很奇怪，他们会有两个水龙头，然后就是它是天堂地狱，对，然后它这边是冷的，然后这边是热的，所以因为英国这边很冷嘛，所以我当然下一次你会开那个热的，然后你一开下去，然后刚开始就是好像温温的，然后干怎么越来越烫，它直接烫到，你知道吗？关于这个我刚上网查了，你知道为什么要设计2个水龙头吗？因为你要想，它叫做洗手盆。它其实是一个盆，所以它的目的是为了要让你能够装水，就是2边开头，然后就是把它变热。就是原本我们是泡澡的大水缸嘛，现在只是变小的，然后所以你要开冷热水，然后自己把它弄一个小小的你习惯的温度的水，然后在那边很优雅的，大家知道英国人就是你知道 British 很优雅的那边洗手，对 gentleman 那样，对，这是为什么 elegant， 这是确实超难以理解。我也是第一次来伦敦，还没来到 Newcastle 之前也在伦敦，那时候搭他们地铁也是，我个人觉得蛮意外的，因为台湾的地铁什么对捷运。网路都很方便，然后跟地铁是那时候第一次来，然后还没有查好路线，然后一到地铁就整个断讯，然后就超级，然后想说，天啊，怎么会地铁没有网路？然后要找厕所，地铁没厕所。对，以我们台湾都是很多人是来捷运站去捷运就去上厕所，古亭啊，上一下厕所，公馆找捷运想拉屎了，找个对，苹果是没厕所，有些还要钱，对，有些还要钱，没有钱你他妈进不去。对，有些是会收1英镑，可我就觉得1英镑等于台币40块，就是尿尿，我就觉得很浪费，所以我就憋着。可是有时候我忍不住的话，我就会进去，可是我在里面待比较久，这样比较 CP 值比较高，就是心理上好像会得到一点安慰的。对，40块不能白花，我他妈洗手要洗3次，要优雅的洗手，就算已经没有尿了，还是要站在那里。没有，他想拉屎，有没有拉个屎顺便？除了所谓的用品类，对，比较怪的可能就食物吧，对吧？食物，譬如虽然来之前知道就有很多奇怪的食物，对，但其实我目前还没吃过，不知道你们吃过了没？那个仰望星空派，仰望星空派就是很多鱼头插在那边的一种派，好像有听过，对，就是一个英国传统的一个食物，但我也还没吃过，还没看过，对，这是可能就是食物类比较难以理解的部分，对，其他的话。你们吃过 English breakfast 有怎么样？我自己的想法就是，他就把每样东西放在盘子上这样，然后他没有组合，他就是譬如说，他就放一颗，对，没有搭。他说吐司2片，然后这样，然后他2匙豆子，然后1个番茄，然后煎2片培根，然
然后煎个蛋，然后就这样放好这样子，然后你可以分开吃。对啊，就为什么要放在一起？对啊，为什么要放在一起？对，可是就是对吧？可是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蛮有趣的文化，对啊，文化的差异，对吧？因为我们外国人在看嘛，那他们也是觉得很正常。啊，然后我自己还有一个，我自己还想到一个，就是他们这边很爱铺地毯。哦，对，就是它的地板为什么任何东西都是地毯？因为这里冷。对，这里冷啊，确实这样子比较温度可以被掌握在房间里面。我还想到一个，可我觉得不是不习惯，而是蛮惊讶，因为去餐厅消费，我发现英国餐厅，尤其是酒吧，它没有说每个人都有低消，咖啡厅都没有。但我觉得这个也是，我觉得跟台湾台北不太一样，现在很不一样。这也是一个就是文化的差别吧，就他们习惯一定是先问你要喝什么。给你酒单这样子，但是我们不一定要每餐配喝的，在台湾啊，对。就像因为我们在英国，就我跟朋友，就是都每天都在省钱，然后就有可能大概6个人去一间酒吧，然后只点1杯酒这种情形，还蛮常，所以我才会说我很惊讶，就真的他们都就没有在说可能在要你在点什么，然后就这样子6个人就花1杯酒钱，然后就待了整个晚上。只能说，我觉得有一些地方就是贵得很不可思议，会不合理，或是有些地方，比如说我们前2天去打麻将，这里麻将不用钱呢，你可以在那边打24小时，没有人理你。对，就是你付押金，然后押金嘛，所以你是会拿回来的，代表说你待在那边多久都不用钱，而且饮料也不用钱。Casino， 对，这边 Casino， 麻将。我昨天前几天才带他去 Casino， 说我要省钱，所以 Casino 的饮料免费，然后我就把 Casino 当咖啡厅去。很妙哎，对，这个厕所要钱，然后对，饮料不用钱，不用钱。那像在 Newcastle， 你们最喜欢去哪些地方？我们 Newcastle 这边，因为我们 Newcastle 有地铁，所以它其实搭地铁它可以到附近一些景点。然后我喜欢的一个点是一个叫 Tynemouth 的海边。对，它就是一个蛮漂亮的沙滩海边。对，我可能有时候写论文写到闷啊或什么的，就是可能会找朋友去那边一起吃个 fish and chips， 对，然后坐在那边看海发呆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吹吹海风。我最喜欢的地方是我房间。英国的宿舍，我们是每个人都是1个人1间房间，这跟我听到美国他们去留学超不一样。哦，比较常是 share room， 对不对？哦，对，那我们的房间就是，反正我们是厕所在自己的房间里面，然后厨房共用这样。当然也可以选那种厨房就自己的，但我是共用。然后我选我房间就是，我真的很宅，可能知道我的人就是我甚至在这房间里面跳舞的那种，所以就是很享受我一个人的房间。对，然后而且再加上我觉得。因为 Irene 也去过房间，就真的很漂亮。对，就是还好我的窗户外面是看得到，没有大楼，就是刚好是望出去是干净的。对，有草，然后每天都有日落。对，然后所以有时候日落那一刹那真的是，哦，好漂亮，就是一整天的那个劳累被疗愈。对，自己在房间里面看到，觉得哎，怎么那么漂亮？被吓到被。对，然后觉得有被疗愈这样子，对啊。然后我也爱追剧啦，所以就比较宅，稍宅一点。我是就是去一个叫 Cozy 旧城嘛，它这边就有点像卡拉 OK，它跟台湾卡拉 OK 不太一样，是这里那个 Cozy 就它是有一个 open mic 的地方，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上去点歌，点歌也不用钱，所以就变成说，你说每个人都可以上去唱。对，然后唱歌的话，因为我觉得又是在国外，大家基本上又跟台湾不太一样，他们都会，只要有人上去唱，大家都会很嗨，然后跟唱的歌，然后就是给你拍手点赞。第二学期开始了嘛，然后刚好过农历新年，有什么新的期待、期许或者计划？当然还是学业第一，虽然讲这个好像有点无聊，但毕竟这是现实面。是。对，那 anyway 就是赶快把 dissertation 搞过去，然后不要被当。对啊。对啊。然后再来可能就是，我觉得可能可以再多认识一些不一样的人，就是我觉得可能是不同国家的，或者是不同场合的，对，因为毕竟剩下就是老实讲，在那边的时间应该也没有到真的很多，所以就是趁能在那边体验不一样的东西，就赶快体验。
真的。想挑战一些可能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，干嘛？像是对，比方野外生存30天，没有。我明天见不到他了，会被冷死。对，他不想讲，是因为就是有什么，还有那种叫什么stripper bar，那你知道吗？啊，那是什么？什么？脱衣，哦，那个也是可以。还有猛男好，我现在马上列入我的历史。脱衣秀、猛男秀，然后猛男秀可以先不用，我想要就是各种。因为你刚刚的问题其实是在英国有没有疯狂的事，但我确实在这段期间旅游期间，我在荷兰看了 Peep Show。对，看别人就是对，他没有脱衣，他本来就已经 naked 在那里，是已经 ing。对，还没回答。我的期许吗？就是希望我的代办业务还有教学生涯，对，可以更进一步吧。根本就跟戏没有关系。对，没有啦，就是我希望可以把所学应用在业务上面吧。就是所谓业务是真的可以，就是 make money 的，追踪起来。追踪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VT Education 过完第1学期的结束，然后又快要农历新年，所以整个对我来说，整个气象是很像又一个重新来过的感觉。其实一开始来到还没来英国前的这段时间，是真的很期待，就是有把想要做的事情全部都列成一个 list。然后来到英国的第1学期，其实我真的也实现了大部分想做的事的。可是，在做的过程当中，就是我会觉得有渐渐的有一点迷失自我，然后甚至开始受了很多身边的认识的人的影响，变成说比较常被牵到说是别人的邀约，然后我觉得没试过就去，可是不一定是我真的想要去参与做，或是有时候想休息，可是想说还是因为要应酬或社交一下就做。第1学期到了，尤其是12月那个时候，心情是突然就是从原本很期待，然后又荡到对，所以就用了2趟旅行的时间去给自己再重新整理一下哪些是我自己想要做的，哪些不要的可以舍弃掉的。我在出发前其实也是我的长官也有跟我说，希望我可以做的这件事情就是前阵子有个理论很红，就黄金3圈。对，就是外面是 what， 在中间是 how， 最核心是 why。然后他就说，讲到这个很想哭，他就找到自己的 why， 就这样。他希望我找到自己的 why， 所以应该不管是第1学期、第2学期、第3学期，反正都一样，就只是希望这1年可以找到 why 吧。因为我觉得其实就是出国留学，其实踏出来的这一步，我觉得其实也就是你已经好了啊，你已经在好了。其实也就是影射的，其实我们大家对于自己都有所期待，所以当初才会选择跳脱舒适圈，然后不管是离开工作环境，或者想说学业完成了，想要继续去出国看看，所以一定都会有所期待。那这样子回来之后，对自己的要求什么都是更高，是期待我们下一次想要分享什么，或是你们想要听什么？对，想要听什么留言。新年快乐！